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 Aileen。今天的視頻是要跟大家來分享我整理總結出來的普通人如何通過這6個小步驟，讓自己的日常穿搭顯得更貴氣。那首先第一點，冬季的衣服一定要看的就是面料，羊毛啊、羊絨啊，或者是羊駝毛這一類的單品，比較保暖的一個選擇。同時，因為它們的自帶的這種天然屬性，就會有一種很好看的光澤，會比這種乾巴巴的、皺皺的、混紡的這種人工合成的面料看起來要更高級。材質面料絕对是一件单品顯貴的關鍵，也是它的一個底色。在哪個光線下，它這個自帶出來的這種微微的光澤感都是無法比擬的。它的整個保暖程度，讓你穿上身的一個舒適感都会非常的高。所以呢，你就不需要里3層外3层，把自己裹得像個粽子。那当然，让你去選擇好的面料，並不是代表說我一定就要去買 Max Mara 啊、Brunello Cucinelli 這種非常貴的品牌。非常簡單的打底衫套都是要賣到4位數以上的。這些牌子他們確實是用料很好，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你付的這個錢呢，是它的一個所謂的品牌溢價。想要讓自己穿得顯貴，就是一定要撥出適当的預算去購買這一些稍微比較高級質感的面料，去掉一個品牌本身的濾鏡，去真的去看這件衣服它的版型、它的面料。像比如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過的，像 Goelia 他們家的這些羊絨、羊毛系列都做得很不錯。比如說我前2年入手的這件羊絨大衣，到現在就是穿到身上，然後穿出门去，还整個都是屬於一個非常不怯場，光澤感非常好，自帶的這種貴氣感是別的面料沒有辦法比擬的。接下來的第2步，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可能會忽略掉的一步，就是你打開你自己現在的衣櫃，又或者是你看看你購物車，你下單了單品，這一些個裡邊有沒有很多這種飽和度特別高、顏色特別搶眼，甚至是花紋都非常錯綜雜亂的這些個顏色，它非常的挑人、挑穿搭。想要看起來讓整個人更乾淨、更高級、更安靜，就要去選擇這一些比較低飽和色系的顏色。而且呢，選擇的這些顏色也有一個非常顯而易見的好處，就是你衣櫃裡的衣服呢，可以隨意的讓它們两相配。特別是我们觀察到 ins 上面這種 IG 博主，他們這一些個所謂的老前鋒 clean fit、demure 風格，他們都是去用到的這種非常乾淨的同色系去做疊搭，甚至是一整身都是同一個顏色。我覺得對於懶人來講也是一個福音了，你完全不用去考慮配色的問題，無腦的隨便把衣櫃裡面的衣服抓出來，都能夠穿出很高級、很輕鬆的一個感覺。接下來第3點就是細節了，細節越乾淨越有錢味兒。它並不是說我在衣服上要印多少的花紋，其實大家不難發現，像 Gucci 啊，或者是其他的所謂的奢牌，他們一股腦的把自己的 logo 全部印在這個衣服上。一個呢，就是想讓你成為一個他們行走的廣告牌；還有一個呢，就是他們可以讓你花的這個錢看起來非常的明顯，非常的響亮，所有人都知道你花了一筆不少的錢去購買了這件衣服。但是呢，顯貴穿搭通常都是跟這個想法完全背道而馳。我不想要讓別人知道我今天在這身衣服上投了多少錢，我希望大家看的就是我非常的低調，非常的得體，非常的端莊。所以就是为什麼所謂這些主打的老前鋒的品牌，他們都是在做去 logo 化。基本上這件衣服你要是不翻到後邊，你都不知道它是什麼牌子，它就真的可能只是一件我們看來版型不錯、用料非常好、穿上去好像很舒服的一件衣服。那当然，這也就轉化成為了我們穿衣服想要顯貴的關鍵。盡可能的去避免太過繁複的一些個細節呈現，不管是大字報的 logo 呀，又或者是太過複雜的花色，以及各種層層疊疊。那比較好的去強調細節，然後能夠展現出一種精緻感呢，就是通過一些比較簡單的首飾。大家不難發現，像這些貴族或者是名人，他們通常都是去利用到一些非常精緻，看起來品質很好，
量感沒有很大的配飾去作為一個點綴。我最近就有發現，這個好萊塢女明星茱莉亞·羅伯特就有上身了。我之前已經跟大家分享過的很多遍的這個來自 Gingerberry 他們家 Irie 的這款同款的珍珠項鏈。那這個項鏈呢，它真的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戴法。那像不管是这樣直接把它当成一個簡單的雙層項鏈去疊戴，又或者是可以把它頭尾銜接變成一條很長的珍珠項鏈。再或者是它也可以單獨拆下來當一條細的項鏈，或者當一條粗的這種珍珠項鏈，各自佩戴都是可以，戴法非常多種，各式各樣的。像英國皇室啊，他們也是非常喜歡去佩戴一些珍珠首飾的。說到珍珠首飾呢，就顺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愛的珍珠首飾品牌 Gingerberry 他們家的一個黑五活動，阶梯式满減，買的越多減的越多，并且還可以去疊加我的個人的專屬優惠折扣碼85折。不管是你想要給自己入手一套看起來非常高級的配飾，又或者是想要送媽媽啊、送長輩啊，這些都是屬於一個非常好的選擇。我日常佩戴頻率最高，不管是去配毛衣啊，然後配衛衣，甚至是出去旅遊，都一直帶着它。洗澡、潛水完全都不摘下來，每天就是焊在脖子上的這一根呢，它到現在了還是光澤非常的好，就是完全沒有任何氧化的跡象。一個7.5毫米的Akoya的珍珠去配上了一個可調節的這個鑽石搭扣，它就可以根據你搭配的衣服有一個不一樣的就是位置呈現。所以我覺得這個品質真的是不管自用還是送人都會非常的放心。那這一次呢，我趁着他們的這個折扣季呢，我有自己入手的幾款單品想要來跟大家分享。首先一個呢，就是我脖子上的這一條長鏈的話，我當時一看到就非常的喜歡，它就是冬天配這種素毛衣最好的一個選擇了。整個珍珠的光澤，不管是在陽光下還是在室內近光下，你都能夠看見它所呈現出來的這個自然的光暈，還有一點粉藍色調在裡面。那配上這種稍微帶啞光一點的毛衣呢，就有一個很好的點亮作用。這一條的話呢，因為它設計的開口呢是最後直接給了一個可拆卸的開口，所以呢，它真的有非常多佩戴的可能性。不管是戴在脖子上、戴在手上、纏繞起來戴，或者是像我這樣打一個領結垂在下面戴，甚至是如果參加一些晚宴啊比較正式的場合，你是穿着後邊是開大 V 的這種露背的衣服呢，你把它垂到後面去看，就會非常的優雅。整個的珍珠呢是這種非常均勻大小的一個 Aurora 極光珍珠，你也可以隨意的給它扣在任何一節上，它就會呈現出像一個領帶的一個樣子。它可以佩戴的場合，包括可以使用的场景，真的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沒有它做不到。還有一個呢，就是我入手的這個耳墜耳環式的了，它其實是由這種最大的珍珠一直漸變到最小，最後結束在這個鑽石上面的一個形狀。整個的這種耳墜設計呢，對於修飾臉型呢就有一個非常好的作用。我覺得這個非常適合拿來搭配這種高領的毛衣，因為其實高領毛衣呢，基本上就會把你脖子這塊都遮住，整個臉都露在了外面。再加上它是純色的，沒有前面這些東西的修飾的時候呢，你就很需要去借助一個耳環來引導我們的視覺走向。我覺得像這個耳環呢，它就能夠做到這一點，從大到小的一個漸變呢，它就能夠很好的去讓我們的臉型會有一個往 V 走的一個形狀。而且呢，因為它挑選的珍珠，我覺得是屬於大小適中的，所以完全不會有那種很誇張，你日常沒有辦法佩戴的一個問題。那最上面的這顆珍珠是可以單獨拆下來單戴的，這也是屬於一件可以有3種不同的戴法，直接垂下來，給它作為一個非常完整的 look。那第二個呢，就是最上面的這一顆珍珠單獨戴，它大小呢也刚刚好，屬於是完全不挑人的一個選項。還有一個呢，就是可以搭配到他們家的這種鑽石配飾，它就會像現在這樣有一個小小的一個閃耀的點在你的耳朵間晃動，非常的精細，我覺得是屬於性價比很高的一個選項，就是它可以跟很多東西都有一個完全全新的組合。他們家除了這個珍珠做的特別好之外，他們家這個鑽也做得很好。之前就有跟大家分享過了，這一個珍珠加鑽石的這個戒指嘛，像冬天衣服袖子都比較長嘛，你露出來的手腕這部分其實是有限的，那這個時候戴戒指就能有一個非常好的點綴。這次的話呢，我是入手他們家這個梨
形的鑽戒，非常的好看，它很闪哎，我甚至觉得它比我的真鑽都还要闪。它用到的就是一个差不多0.7克拉的培育钻，再去整个鑲嵌了14K 金的一個戒托。可以看到，因為它做成這個梨形嘛，所以就真的非常的顯大。我把它拿來去疊我現在現有的這種也是牌鑽，也非常好看。或者你可以直接去選擇他們官網像這樣的佩戴方式去疊上同樣有這種曲線流形狀的一個戒指，都屬於是舉手投足之間買，就是非常的貴氣。那如果你平常不喜歡戴戒指，我會比較推薦你去看看這一個泡泡項鏈，它整個就是一個圓形的1克拉的鑽石，再去配上了這種14K 金。可以戴着一直不脫下來的款式。那同樣的，他們這一次這個鑽石系列呢，我還去入手到了一根這個手鏈。這個手鏈我到手了之後，我覺得它整個設計真的是非常的合理。鑽石中間的這個間距是非常均勻的，再加上這個鑽呢也比較的精巧，所以你去疊戴別的單品的時候呢，完全不會有負擔。很多像這種手鏈，它的這個搭扣這邊用到的都是這種一格一格一格的，那麼就會有個問題，就是你扣上去之後呢，它可能還是會有一點鬆，你就沒有辦法做調節。但像這個的話，它是直接在這邊做了一個可調節的這種小珠球，那你戴上去之後，即便你發現好像扣鬆了或者扣緊了，你可以通過轉動這個位置，這樣拉開它，它就會變長或者是變短。這個的話呢，就屬於是你如果是自己佩戴的話，也會比較的方便。那像 Gingerberry 他們家呢，我有推薦過很多次的，屬於是珍珠的品質特別的好。那他們這次出的這一些個培育鑽呢，也是屬於能夠給冬天這種比較純色啞光的衣服做一個非常好看的點睛之筆的作用。更多的信息，包括我之前推薦過的以及有講解過的這種視頻鏈接，我都會貼在視頻下方的信息欄裡。感興趣的朋友就一定不要忘記趁這次黑五折扣去逛一逛。第4點，買衣服的時候一定要看它這些小配件。那像這些小配件，不管是紐扣啊、郵邊啊，或者是它的衣服上面可能會有拉鏈、五金，都是一個能夠看出來這件衣服貴不貴氣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點。因為你想，如果它的整個紐扣看起來非常的廉價、很塑料、很透明，那這件衣服它就算是用了再好的羊絨，也會把這件衣服看上去的價格感拉下來一半。又或者是它的這個拉鏈啊，整個縫的它就不整齊，甚至是有一些品牌可能會為了節省這件衣服的成本，他可能會去選擇到，比如說這是一件黑色的衣服啊，它拉鏈就不去做染色，它是直接用一個金黃黃的拉鏈給你拉上來，那這件衣服呢，它就真的是會很容易顯廉價。接下來第5點，我相信也是有很多人有疑問的一點，就大家可能經常會聽見博主說，或者是在網上看到說，挑衣服要挑版型好的、面料好的。面料好的其實比較容易去判斷，首先一個就是去看這個標籤啊，然後包括你自己上手多摸一摸，實在不行呢，你就去那種貴的店裡邊多溜達兩圈，這種整個面料的一個呈現感覺，多摸摸多感受，肯定就會知道了。但是版型好這個事情就比較的籠統了，因為我覺得其實每個人的身形都不一樣，每個人對穿衣的一個需求也不一樣。就拿我自己來講吧，我自己可能喜歡的風格就是這種比較寬鬆一點的 oversize 的毛衣，穿在我身上就會顯得我整個人比較的 cozy， 然後也不會說很虎背熊腰的一個問題。但是呢，那一天有個朋友來家裡玩，然後正好因為那一天天氣很冷，他穿少了，我說那你可以穿我的衣服。結果他一試我的這些個毛衣，基本上吧，每一件在他身上好像哪兒都怪怪的。我後來總結了一下，可能是因為我們倆身形不一樣。他呢就屬於是那種胸大腰細的一個上半身，但是我是屬於一個平胸，基本上是這種直筒型的，沒有什麼很明顯的腰身。但是我的優勢可能就是我比較薄，所以我穿這種比較膨脹感，然後比較 oversize 的衣服我能掛得住。但是他的話呢，就不是用肩膀掛住這個衣服了，而是他的整個胸會把衣服撐起來。所以我覺得穿衣服挑版型這個事情，需要清楚的了解自己的優勢在哪，然後自己的劣勢在哪。胸大腰細的朋友呢，那你可以去挑這種比較緊身，然後領口這邊有做一點小設計的衣服去做內搭，然後挑這種類型的毛衣，你可能看起來就會比較瘦。
那如果你是像我一樣，整個人比較薄，沒有什麼胸，但是也沒有什麼腰的人，你就可以去選擇這一類型的毛衣去来当內搭，那穿出來的感覺呢也會不一樣。100種人呢，可能就有50種身形，那怎麼樣去用一個比較簡單的話來概括它，然後也可以整理給屏幕前的大家呢？首先第一個呢，就是這件衣服它不能太緊，也不能太鬆。太緊的話呢，除非是你身上一點赘肉都沒有，就是已經乾巴到不行的了，你穿它可能没有問題。我相信98%的人都不是這樣的身材。太緊的衣服，就一個會讓你勒得很難受，還有一個就是你在說話動彈之間一不小心沒吸住這個肉，它可能就會被這個衣服給勒出來。那其次呢，就是不管是小個子還是高個子，在挑選衣服的時候呢，特別是外套類的單品，一定要盡可能的去選擇寬鬆正好合適、肩線正好合適的單品。長度其實沒有那麼的重要，如果它太 oversize， 很大一部分就是你這個人會被這件衣服淹沒。但是如果這件衣服它很緊很小，那整個人就會顯得非常的局促。還有呢，就是褲長，褲長一定要非常考究，寧可它長一點，它也不能短到比你的鞋面還短。我那天去紐約逛街的时候，一個女孩子，她其實穿的都很好看。碰到好看的人呢，我肯定也是會多看2眼。但是目光往下掃的時候，我發現她的褲子就處於一個非常尷尬的狀態。它不是說9分褲，它比9分褲再長，但是比全長還要短，所以剛剛好就在她的鞋面的上面的一個部分，整個鞋子是完全露出來的，但是腳踝它又被蓋住了。這個長度是我願稱之為最不好看，也是最吃人的一個長度。首先一個，它既沒有這種8分褲、這種9分褲的一個利落幹練感；其次呢，就是它還會讓整個人的比例顯得很不對，褲子短一截的那種感覺。特別是我相信大家應該深有體會，就是小時候長個兒的時候啊。如果一個人個子長太高了，但是呢，他也可能又還是很瘦，還是能穿得下之前的褲子，但是呢，你就會發現他那個褲子短一截，溜在他那個鞋子的上面，就不短不長。這種呢，我會覺得非常的尷尬，而且會讓人覺得你很拮據。所以我覺得在選褲長的時候，大家要小心一點，就寧可選稍微長一點的，你回來給它改褲腳，又或者是呢，用這種什麼回形針別法，把這個後腳跟給它別進去，然後把剩餘的布料給它蓋在鞋面上，也好過於你短一截看起来非常拮据、緊巴巴的一個感覺。因為貴系穿搭整體呈現的就是一個鬆弛感，一個游刃有餘的感觉。接下來第6點，也是最後一點，所有人可能都會忽略，但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大家都會有聽說過一句話，就是說這個人披一個麻袋他都好看。那為什麼呢？因為就是他體態好，他的整身的一個狀態非常好。我覺得穿搭啊跟變美啊，就是這些東西都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就是它很大一部分是從內而外的去反映你的一個狀態。那如果你的狀態不好，或者是你整個人看起来很疲憊，那你再怎麼鬆弛，它還是鬆弛不下來的。體態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決定了別人看你第一眼的一個樣貌呈現。特別是你的後面是屬於你自己看不見的一個位置。那比如說在街上，或者是人家第一眼看見你的時候，你整個人是這樣箍着的，整個背是驼着的。再好看的衣服穿在你身上，它都不会呈現出一个这种衣架子的一个挺拔感。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看見的很多人體模特，他們起碼都是挺胸收腹，是非常挺拔的。有個非常簡單的辦法，在日常生活中呢，可以時不時的告訴自己，一定要把肩膀打開，把整個背部挺起來。除此之外呢，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我會做的，飯後或者是你休息的時候，找一面什麼都沒有的白牆，腳跟對到地板的最裡面，整個從屁股到肩膀都貼在這個白牆上，頭呢也要保持一個比較平衡的垂直的狀態，不能往前傾，盡可能的是讓後腦勺稍微的能夠接觸到這個白牆，把整個肩胛骨打開，小腹吸住。這樣的話呢，站10分鐘，連續1個月，甚至可能都不用1個月，你就會發現自己的體態，包括整個肩膀的狀態，都會有一個很大的改善。那好，以上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6個我覺得普通人都可以輕鬆 get 的一個穿搭顯貴的技巧。那視頻中提到的 Gingerberry 他們家黑五的活動呢，還在火熱進行中，您不要忘記戳開下面的 information box 去看一下我推薦的產品以及更多的折扣詳情。那再一次感謝你的收看，發這個視頻的時候也是感恩節了，也非常感謝大家這1年以來對我的陪伴。那今天的視頻呢，也是有爭取到1個禮物送給大家的。
的。更多信息我都會放在視頻下方信息欄裡。那再一次感謝你的收看，感恩節快樂！我們下期視頻再見，拜拜。